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探索心境，展现情绪稳定力，科幻情绪指针思情绪管理。王一博参加探索心境节目，和老雪老师一起挑战野外生存、户外计时。节目首播，王一博和老雪老师便带我们来到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。在这里，他们将面临大自然里的各种挑战。节目一出，网友们对王一博一致好评，真的情绪好稳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节目中，面对40米高的瀑布，他的第一反应是怎么下？虚心学习，接受溪降挑战。面对人生中的这些第一次，他乐观地接纳着一切，发现其中的小美好，平静面对所有困难。老雪老师说，王一博是一个淡人，情绪和话都不多，但行动力非常可以。用行动力替代情绪左右自己，这种处事方式值得我们学习。假如情绪可以被时刻测量，那么你愿意使用情绪指针这种仪器来时刻检测自己的情绪吗？新锐作家池上创作的首部科幻小说《情绪指针》，在我看之前还以为会是跟心理学相关的书，但看了之后却发现这本小说中内涵的事情有很多，对于情绪稳定让我有了新的领悟。为了让人们不再受极端情绪所困扰，尤勒弥为领袖和全新信仰的地球上创造了畸变这个国家，为每个人的身体上都安装了情绪指针，用来检测一个人的情绪变化。当情绪指针的数据超过3或-3时，就会发出警报；当指针数据达到6或-6时，便会发出刺痛。还会将这份极端情绪反馈到系统中，会有相关的人员前来控制住你。在这个新的地球上，很多引起人们情绪变化的颜色也是被禁止的，一切都带上了滤镜。房子是蓝色的，衣服是蓝色的，甚至太阳也变成了发着蓝光的星星。为了避免有情感上的困扰，这里取消了家庭的概念，人们都是在医院出生，却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。成年人也并不需要照顾孩子，也不知道自己的精子卵子会跟谁结合生出怎样的孩子。孩子们出生后就有专门的育婴部门统一照顾，然后进入福利院，然而多至半年就会更换一次福利院。这样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没有情感依赖，他们不可以喜欢上谁，也不可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。这样情绪变化为零的社会，使得犯罪率降低了很多，人们也相对长寿。但是这样的风平浪静下，却蕴含着非常大的突变。当有人因为情绪波动，会被所谓的安魂师判定有罪，他们的生命将会无法保证，甚至他们会被认为是叛变者而被随时处刑。看似和平的局势下，是人们的自我压抑、受仪器控制的情绪终将不长久。在情绪指针中，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，想要情绪稳定，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会调节，而不要想着靠外界的装置来控制。当一个人的情绪被他人所左右时，自己将不再是自己身体和生命的主人。每一种情绪都需要被允许，正如喜欢、关心、信任和讨厌。人的一生因为有喜怒哀乐才充满乐趣，因为有七情六欲才丰富多彩。所以，想要治愈自己的情绪，有时候去找他人辅导，不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在大自然的怀抱中，让自己用行动改变自己的思绪，用解决问题的态度让自己保持情绪稳定。